大家好，我是云飞。今年4月份，我在工作室体验了云鲸逍遥001，是真的非常不错，简简单单工作室的清洁就直接搞定了。而家里我和老婆都是早出晚归，回到家里面先休息的那种，打扫什么的是真的好几天才能动一次。在体验过扫地机器人之后，我想着在家里也给整一台。而我家里面面积比较小，而且全部都是米家的生态，因为养了金毛，毛发掉落会比较多，所以我考虑之后在5月份购买了 M30S， 到现在用了2个多月，清洁面积是到了2500平方米，次数是116次，应该可以给你一点点参考。我们这期视频会更加偏向于实际的使用，你会有很多实际使用的一个小坑，绝对是可以帮助到你们。记得点亮收藏。那么回到2月前，好，我们现在是买了小米的扫地机器人 M30S， 价格的话是2900，因为之前用了这个云鲸的那个。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小米的，看看这个差距大不大。它是有一层膜，这样打开，然后这里是有一个防撞的东西，这个就是扫地机器人的一个主体，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基帐。这个是它的那个底座，然后这个是它的拖布，然后清水箱、污水箱，然后这个盒子里面是有个刷子，这个明显重多了。然后它是带一个毛发切割的一个功能啊，然后这个是它的线，这边已经操作了，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扫的这个东西给安装上去。好。然后这边2个拖地的，它这个还是磁吸的，我觉得会比云鲸那个好一点。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升完级了，然后那个清水箱已经放满水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建图啦。开始建图，大约需要5到15分钟。我感觉它这个图建的好像还不错耶，直直的它是挺快的哈。请帮主机调整地图。确定。然后有一个调整地图，它这个是和米家联动的啊。比如说这是客厅，然后这个是书房，然后这个是卧室，然后这是次卧。好，我们现在来扫拖同时一下啊。现在可以不想让主机去某些区域，可以设置虚拟墙和禁区。那我们现在设置一下扫拖禁区。然后我们可以开始清洁。开始扫拖，开始清洗拖布。它是先去书房这里扫了一下，这是它的一个路线，然后就清扫的一个路线，它是会显示的。然后它去了一个卧室，然后它现在正在扫这边，这边是一个阳台的一个位置。我就等晚上回来吧，晚上回来看一下它这个具体表现怎么样。就现在就不管它了，不知道它这个一水箱的水能不能完成第一次开荒的这个清扫啊？我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准备啊。我们看一下，它累计是清扫了3个小时，然后差不多都是全局清洁，就是扫拖同时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这个用了多少这个水啊？用了大概5/4或者3/5吧，用了3/5的水。然后看一下里面的这个污水，污水是只有这么一点啊，然后其他的都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消耗掉了。然后来看一下它这个本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下面是一个扫拖地，它清洗这个拖把的一个情况。然后把它翻过来，看一下啊。它目前的话是有一个这个滚刷的一个缠绕啊，我感觉还是得上另一个，上那个带切割的那个这就是目前一个情况。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缠绕，所以说感觉没有那么厉害，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啊。然后它这个拖布的话，个人感觉清洗的也不是那么的干净，就有点脏，有点没有那么好。我把这个换掉吧。然后像大部分正常的污渍它都可以清除掉，
那这种比较顽固的，就是它是清除不了的，我自己都难清除掉。所以它只是这样简单的，或者说我们在使用米家的扫地机器人之前，还是需要自己搞掉这些比较顽固的这种污渍。回到现在，我在前几天发布了一期动态，询问大家对于扫地机器人的问题。我这次也会针对这些问题做一些测试，主要集中在物体的识别情况、污水池的一个情况，然后底座清洗的一个情况、纸巾识别的一个情况，然后可以爬多高的一个坎。物体的识别情况，它物体识别的一个情况，在我看来可以就拿这个桌子腿为例，我是设置的就是比较高频去贴这些物体的，就是它设置里面有一个贴墙模式，它就会贴在这个物体会碰到那个物体去触碰。然后人的话，它检测到前面有人，它就直接不会再过去了。它会认为前面有人，但是它不会在那个 APP 里面标识。但是它清理过别的地方之后，它又会回去那里再看一看，看人还在不在，这个还行。污水池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来看它的污水箱，这是清水箱，清水箱现在就只剩这么一点点水了，然后这是它的污水箱，差不多它的水的消耗是有30%吧。好，我们现在让小伙伴来闻一下它这个味道。我是闻过很多次了，但是我不是太能把它形容出来。然后我们来看小伙伴第一次闻这个味道是，什么样一个表现啊？就是旁边那里可以对，这里对。我操！什么味道？感觉有点臭榴莲的味道。臭榴莲的味道。污水沟里面放点臭榴莲。所以它这个味道还是，说实话是比较大的啊。这个一方面是因为我家有金毛宠物，它会掉毛，然后那个毛发在里面，它可能会有这个味道。然后另一个方面是因为这个水箱真的是有点大，所以它这个水放在那边就是。在那边发酵1个礼拜，所以这个味道会很大。我相信大家的，如果跟我一样是放这么久的话，它也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没有清洁剂嘛，也没有那个杀菌之类的嘛。然后底座清洗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扫地机器人在3:42的时候，它是已经拖地好了，然后现在的时间是5:12，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1个半小时在烘干。然后它现在里面依然是有声音的，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前部是在进行烘干，它是有41度、42度的一个程度，里面是52度，是在进行一个烘干拖布。它现在的烘干程度，我手去摸它的话，现在是比较烫的，就是50多度嘛，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心是有40多度，然后它现在的一个程度是。烘的还行了，就差不多快干了，但还是有一点点潮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的话，基本上，正常使用的话，就肯定是和我这个一样是脏脏的啊。然后这个是前段时间我清理了一次，就是你偶尔还是要去刷一刷，不然的话还是这个机型的话还是会有一个异味。它这边的这个清理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它其实是可以整体取下来，然后里面那个是需要单独的去清理。那现在这样清洗的应该还算干净了。纸巾识别的一个情况，不知道那个躺着的纸巾它能不能识别到？躺着的它识别不了，它是直接给清理掉了。实际测试下来，就是这种平铺的餐巾纸，它是没有办法识别到的，但是那种揉搓过之后的，它是可以准确识别到的。然后可以爬多高的一个坎。那它这个高度的话是一个2厘米的一个高度啊，
应该是大部分人家里有的一个这种小坡度啊。再高的话，我感觉它再高一丢丢，它应该是可以上的，但是高太多的话肯定是不行的。然后你可以拉远看一下。这些我也都实际的测试了，接下来我将结合我这么久的一个实际的使用体验来谈一谈我的一个感受。首先是它的使用方式，米家的这款 M30S 其实没什么太亮眼的科技，基本上的配置都在扫地拖地上面，像之前云鲸的视频通话、远程遥控这些都没有，而且在遇到障碍物，在米家 APP 上面也不会标记，你只能在米家 APP 上面看到它的运行轨迹以及现在的状态。这对于想体验扫地机器人额外的一些附加功能的观众来说，无疑是会比较失望的，这是我们需要提前知道的。而关于扫地这件事，它的表现在我看来还是挺不错的。我在这么久的时间使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什么感受，它的使用在我这99%的时间都是它自动处理。我设定的是下午全屋的扫地、吸尘、拖地。每天来一遍。和之前我使用的云鲸不同的是，米家的这个应该是没有拖布脏污的一个检测，它目前设定的是多少平方米洗一次拖布，而不是根据实际的脏污情况。然后它的这个清水箱和污水箱是目前市面上比较大的那一号，是有4升，这就使得小米的这款扫地机器人换水的频率基本上在1周左右。就是我家这个小小的地方来说，这也就造成了污水堆积的时间会比较久，所以才会有我们上面看到的臭味。如果你家里是可以安装自动上下水，那么还是装上自动上下水会好很多。在清扫以及拖地上面，它是有一个机械臂，工作的时候会探出来清理墙壁边缘，这点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在拖地的时候会加压，模仿人手的拖地，这个具体我们直接看它拖地完成之后的几个小时的一个状态吧。客厅的地是一个瓷砖的地啊，它是3点多钟扫完了，我们现在是5点多钟，它的清洁情况可以说是还行，但是肯定还是有一些你能察觉得到的这个灰尘在上面，肯定扫的没有那么干净啊。疯狂摩擦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手指上它还是会有一些这种脏污的，这就是它实际的一个情况，但肯定是比我们没有扫过的情况要好非常之多的，而且我这是比较用力的去擦。在吸尘方面，最大的吸力是7300帕，在家里肯定是足够的，毕竟一般的家庭是不太会有很多奇怪的东西需要清理。然后就是关于毛发缠绕，金毛1年基本上2次脱毛，1次半年，所以基本上全都是毛毛。一开始的时候我使用的是正常的滚刷，发现这个缠绕会比较多，后面换上带切割的，效果立竿见影。给大家看一下对比，普通家庭用的是这个滚刷啊，我买 M30S， 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我就是看中了它可以自动切割狗毛，这是我刚刚使用完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就是一点边缘的狗毛。正常滚刷用过之后，你看头发、狗的这个毛，它都是会缠绕在这边。而关于扫地机器人的一些设置，我家基本上下午都是没有人的，所以我会设置最大的功率以及最久的拖布烘干，因为这段时间里面我都不在家里，虽然噪音确实还蛮大的，但是我这样的设置可以保证清理相对来说干净，且拖布不会有异味。这里讲到拖布的异味，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半个月自己清理一次，因为我之前以为这个不需要自己清理，且在打扫的时候我都不在家，1个月过去，其实拖布它是有味道的，但回家之后都上干净了，后来发现了自己清理一下就好了。然后它的设置，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们就直接来看吧。好，现在扫地机器人正在打扫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设置的一个情况啊。在这边我是设置的是先扫后拖，然后吸力超强，然后拖布水量也是最大，然后是每次我是定时了这个下午开始扫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里断点续扫开了，然后拖布外摆。这里我感觉我设置的是高频啊，但是这个有可能是更新完成之后它又是自动回去了低频，现在暂时是没办法那个的，因为我现在正在清扫。然后清洁策略我是选的高覆盖模式，因为家里并没有什么一碰就会出问题的东西，所以我这选择的是高覆盖。然后辅助模式童锁家里没有，遥控器这个我也不需要。然后集成设置，我这里是设置的搞一次就集成，搞一次就集成啊。然后洗拖布，我是按照面积最小的10平米，而且每次都是深度清洁拖布。然后这里也是开了热水洗拖布。
基本上所有的功能我都是开到最大的。然后清洁剂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不是一个自动上下水的一个版本。基座辅助冲洗，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吧。这个感觉用处不算特别大，聊胜于无吧。就是它会从水箱里面抽水出来，然后到这边，然后我们自己去用刷子刷一刷，然后它会把这些水吸走。但我觉得还不如直接把它就拿起来去外面冲一下，然后把整个基座都抱过去，然后去冲一下，来得干净。那清洁记录这个大家很简单就可以直接看到啊。然后勿扰时间段，这个是一个自动的，10点到8点它就是不会动，就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嘛。耗材管理，那滤网是50%，边刷65，主刷76。这个我感觉它就是一个时间的倒计时。然后一次性承带我买的是第三方的，目前啊，所以它没有办法复位，复位了它也是没有办法计时的，应该是有一个小芯片在里面。那地图列表，我目前是有1楼和阁楼，阁楼就是我记起来然后拿上去用一下，它是可以创建不同的地图。区域编辑、地毯编辑，这个我家并没有这个啊。然后其他的一个设备的名称这些其实就没什么了。然后设备共享、智能场景，这个我是开了一个啊，是清扫完成之后这几个小爱同学都会那个通知一下，然后其他的就没什么了。说实话，体验这么久才出视频，一个方面是想给大家尽量全面的一个分享，另一个方面是它的这个存在感确实是挺低的。因为我设置的这个时间比较巧妙，我在家的时候它都已经不动了，且没有什么需要我去干涉的地方，在家也就卡过一次，然后还有几次是因为电风扇挡住了回去的路，其他都是换水，每次都是我自己先觉得为啥它还不需要换水，然后打开一看发现还有一点水，然后索性就直接换掉，倒点污水，这是我觉得它还可以的地方，无感存在嘛，每次回家都是比较干净的状态，基本上就不需要再次打扫，这点是非常好的。目前体验下来的缺点主要是污水箱，但这个我感觉没有太大的问题，毕竟因为我这个面积太小了，然后没有安装上下水版本，其他的方面无非就是没有好玩的智能化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目前米家的自动化没有什么可用的选项，仅有一个完成清扫，这个我觉得应该要有更多的选项才符合我们对于米家扫地机器人的期待。另一个是清洁剂，这个不安装上下水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我觉得是强行阉割了。其他方面大家可以说说你们使用扫地机器人的一个经历，来看看大家使用的一个体验。从我这个个人的角度来说，扫地机器人满足了我日常清扫和拖地的一个需求，宠物毛发缠绕的问题，基本上1个礼拜需要1次水箱换水倒水半个月或者1个月清理一下基座和拖布，这个还是挺 OK 的。当然我没有用过别的扫地机器人，买米家的好处就是直接米家 APP 就可以控制，但是其他方面没有啥太多的联动，而且扫地机器人这种比较低频控制的智能家居，多数时间都是自动化在运行，所以我觉得你看到了功能比这好、比这合适的就可以直接买，没有太必要的去看生态，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然后就是预算这一块，目前我接触的这2个，一个是5000元，有远程功能，有 B 站显示，然后各方面都比较齐全；一个是米家的3000元。功能实在，没有什么花哨的东西，但用起来也挺好。我觉得你可以看预算购买，如果你一个人勤快一点，还可以买更便宜的，就是需要及时的清理，更贵的就是为了这个懒惰花的钱。我个人建议是至少买带基座水箱的，1个礼拜1次，问题不大。有条件的可以上自动上下水，我家里面是太小了，暂时没有考虑这个，一点小小的分享。希望本期视频看下来可以帮助你了解米家扫地机器人 M30S。本期视频偏真实体验一点，没有那么多极限的测试，已经买了的用户也可以来讲讲你们的体验。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我是云飞，记得点赞收藏。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